大家有没有想过，时间有一个开始吗？是某个时刻，宇宙从一场爆炸中诞生，还是说，时间一直向过去无限延伸？科学家们花了上百年试图解答这个问题，从牛顿的绝对时间，到爱因斯坦的时空弯曲，再到量子纠缠和大爆炸模型。但令人震惊的是，即使我们看见了宇宙的膨胀，测量了微波背景辐射，建构出完整的时空模型，我们依然可能什么也不知道。因为有一种理论告诉我们，无论你知道多少，都无法看清全貌。我们曾以为科学终有一天能揭示宇宙的起源，但如今这个宏伟目标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早在20世纪30年代，一位身份颇为特殊的人站在了宇宙起源研究的前沿，比利时神父兼物理学家乔治·勒梅特。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宇宙的诞生就像一场巨大的烟花秀。他说，时间的开始是一场明亮却迅速消逝的焰火，而我们现在所处的宇宙，其实只是那场爆炸余晖下缓慢展开的烟尘和灰烬世界。勒梅特把这个理论称为烟花式进化论。它不仅画面感十足，也为科学家们抛出了一个几乎不可能解开的谜题。如果我们能把时间的脚步往回追，能不能追溯到那一刻？在今天的宇宙中，我们有没有可能找到某种时间诞生的线索？在勒梅特提出这个理论之前，宇宙有没有开端这个问题，基本只存在于哲学家和神学家的脑海中。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学者普遍相信宇宙由神创造，而无神论者则更倾向于认为宇宙自古就存在，从未开始。可一旦真的找到了时间起点的证据，影响就大了。那将意味着科学亲手为亚伯拉罕诸宗教的一个核心信仰盖了章，宇宙确实有个起点，或许真是神创造的。反过来说，如果科学证明时间根本没有开始，那一些关于上帝的说法也许就该被重新审视了。不过，这一切当时都还只是纸上谈兵。无论是哲学家、神学家还是科学家，都普遍认为，时间的起点，如果真存在，肯定不会在今天的宇宙中留下任何痕迹。没人觉得我们能在现实中看到宇宙诞生的证据，而20世纪的科学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宇宙的想象。勒梅特最初提出大爆炸假说时，很多人都抱着怀疑态度，但他的理论却大胆宣称，宇宙的诞生是一场剧烈的火焰，而且这场火焰或许还真有办法被发现。如今，我们很多人都把这个故事当成了常识，各种畅销科普书、电视纪录片，甚至电视剧的主题曲都在重复这个观点：宇宙起源于一次大爆炸，那一刻不仅物质诞生了，时间也开始了。听起来这个问题好像已经盖棺定论了，但实际上，尽管大爆炸在大众文化中如此深入人心，但很多物理学家和哲学家早就对它的权威性打了问号。过去几十年，一些对科学极为熟悉的哲学家给出了严谨的论证，结论却令人意外。科学或许永远也无法告诉我们，时间到底有没有真正的起点。也就是说，那个曾被想象为轰的一声点燃宇宙的时刻，如今在科学界并不是一项铁板钉钉的事实。在古代、中世纪以及近代早期，人们讨论宇宙是否有开始时，靠的都是哲学思辨和宗教经典。圣经创世纪的开头就写着，起初神创造了天地。不过，有些神学家也认为，如果上帝创造了一切，那么他其实也完全可以创造一个没有起点的世界。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种观点。6世纪的基督教学者兼哲学家约翰·费罗普勒斯就强烈反对宇宙永恒说，并提出了一系列哲学反驳。而到了13世纪，著名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提出，上帝确实创造并维持着这个世界，但仅靠观察这个世界，我们根本无法知道时间是否有起点。换句话说，阿奎那认为，想了解宇宙的开端，只能通过上帝的话语，也就是圣经中的创世纪。
尽管关于宇宙起点的想法争论不断，但在20世纪之前，大多数思想家其实都倾向于认为，我们无法确切找到某一个瞬间，说它就是宇宙诞生的那一刻，除非我们能跳出这个时间轴，用上帝视角来俯瞰整个时间线，否则，从时间线内部看，每一刻都跟另一刻没什么本质区别。换句话说，对他们而言，站在时间里是看不到时间有没有开始点的。实际上，直到19世纪结束之前，许多思想家甚至连世界是发展出来的这个想法都不太相信。比如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家罗伯特·胡克、地质学家查尔斯·莱尔等人都坚持认为，尽管地球表面会因各种自然循环而不断变化，但整个地球并不是在演化或进步。而即便有些人相信世界确实经历了发展，他们也普遍觉得，这种发展过程跟宇宙的起点八竿子打不着。我们今天对时间的理解跟古人有着根本的不同。一个很有趣的方式可以看出这种差异，那就是时间的时刻与时刻中发生的内容的区别。我们现在知道，时刻和内容其实是两个概念。比如早上8点24分是一个时刻，而你在那一刻做的事情，比如坐地铁、刷牙、吃饭，才是那个时刻的内容。试想一下，如果你今天所有的精力都被整体推迟1小时，比如你原本8点吃早餐，现在变成9点，对你来说，今天其实没什么不一样。你还是经历了这些事儿，只不过他们换了个时间点而已。而在20世纪之前，人们更倾向于把时刻和内容混为一谈。他们不太会把时间本身当成一个可以独立思考的对象，所以自然也不会去思考时间是否有开始这种问题。假设我走进一家餐厅，看了眼墙上的钟，时间是下午2点47分，然后我点了一杯饮料。对于20世纪以前的人来说，哪怕这整个过程晚1个小时发生，也不会有本质区别。钟上还是会显示2点47分，我还是会点了一杯饮料，我脑海里形成的记忆顺序也一样。在这种视角下，事件的发生时刻其实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发生了什么。于是人们得出一个结论，既然时间中的每一刻彼此并无根本差异，那时间就完全可能无穷无尽地向后延伸。只要没有一个特别的时刻能被明确标记为第一刻，那就没有必要设一个起点。但20世纪，物理学家和宇宙学家的研究彻底颠覆了这种看法。当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之后，我们对时间中的时刻和发生的内容这两者的看法被彻底打破了。它们不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紧密交织在一起。这意味着，某个过去时刻的痕迹可以以某种方式保留在现在的宇宙中，而这些内容反过来也可能暴露出时间本身的结构和特征。简单来说，爱因斯坦的理论第一次让科学家开始认真思考，时间也许真的有个起点。不过，要真正理解为什么相对论和其他科学突破会引导人们走向时间有开端这个想法，我们还得先深入一个基础问题，一个古老却关键的问题：光到底是什么？时间回到19世纪60年代，苏格兰物理学家麦克斯韦开始着手解答一个看似简单却深奥无比的问题：光到底是什么？在爱因斯坦横空出世之前的几十年里，麦克斯韦提出了一组描述电场和磁场如何在空间中分布的方程。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场，其实我们在生活中也能间接看见。比如用气球摩擦头发时头发竖起来，或者在磁铁周围撒铁屑看到图案，那些都是电磁场在作祟。更令人激动的是，麦克斯韦发现，这些电场和磁场其实是同一个东西的两面，它们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统一的电磁场，而光正是这个场中传播的一种波动。这下不得了，麦克斯韦的方程不光揭示了光的本质，还首次让人类可以用数学计算出光速是多少。这是人类首次将光与电和磁这两个看似无关的自然现象，用一套统一的数学语言串在一起。不过事情也没那么简单，麦克斯韦的光速计算背后隐藏着一个令人头疼的逻辑难题，那就是光速不变。你想象一下，我们平常怎么测速度？
很简单，看一个东西在某段距离上花了多久。例如，要测量一辆车的速度，你用一把尺子测它跑了多远，再用秒表算时间，速度等于距离除以时间。关键是，这个测量总是相对于你这把尺子进行的。你不动，尺子也不动，所以你测出来的是相对于你的速度。如果你跳上一辆车，等你和它一样快时，你再看它，它就像是停住了。这就是经典物理的常识，所有速度都相对的，没有绝对运动。可麦克斯韦的研究却冒出来一句惊人之语：不管你怎么动，光的速度永远一样。怎么会这样？你加速、减速、换方向，甚至以接近光速的方式追光，光还是跑得一模一样快，完全不搭理你的动静。这简直就是对传统物理学的一次当头棒喝。到了19世纪末，物理学家们彻底陷入了困惑。根据过去几百年来的物理常识，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速度，你看到东西的快或慢，总是相对于你的位置和运动状态而言的。但偏偏麦克斯韦的方程告诉我们，光的速度是绝对的，不管你怎么动，动得多快，它永远都是那个数。这就带来了一个大大的悖论：如果没有绝对运动，光怎么会有绝对速度？这等于是在说，我们用来理解宇宙的一整套物理体系可能哪儿出错了。要不就是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有问题，要不就是牛顿那一整套机械原则该被重写，甚至可能两个都错了。就在19世纪转入20世纪的那个关键时刻，一群物理学家开始试图和稀泥，比如洛伦兹、菲茨杰拉德和海维赛德等人，他们想通过一些修修补补的方式，让老一套机械物理和麦克斯韦的新理论兼容起来。但真正打破僵局的人，我们都知道他是谁。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想法：我们就保留麦克斯韦的新电磁理论，干脆把旧的力学体系给扔掉。这个提议成了后来广为人知的狭义相对论。从那一刻起，我们对时间与空间的理解彻底被颠覆。根据爱因斯坦的理论，如果你在运动，那你看到的世界和一个静止的人看到的是不同版本的现实。比如，两个事件在你看来是同时发生，但在另一个移动中的人眼里可能根本不是。一个物体的长度也会因为你测量它的方式，前后是否同时测而变得相对。就连时间的流逝也会因为你运动的速度而改变。这不是科幻小说，而是物理学的硬道理。爱因斯坦用数学与逻辑告诉我们，时间和空间不再是舞台，而是演员。爱因斯坦在1905年提出狭义相对论后，仅仅3年，德国物理学家兼数学家赫尔曼·明可夫斯基就发现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儿：爱因斯坦不只是把空间和时间联系起来了，他其实创造了一个我们从未想象过的东西——四维时空。是的，你没听错，我们每天生活的这个世界虽然看起来是3维的，有长、有宽、有高，但明可夫斯基告诉我们，其实宇宙真正的结构是由3维空间加1维时间编织而成的4维整体，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时空。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你站在一栋房子前，你从正面看它，看到的是门和窗；你从侧面看，看到的是墙和深度；你从天上看，看到的是屋顶。这些角度不同，但其实都是同一栋房子，我们可以把它统一描述成一个3维结构。明可夫斯基的突破就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状态下看同一个时间和空间的事件，虽然角度不同，但他们其实也可以统一进一个4维时空结构中。换句话说，像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儿，某段距离有多长，一个过程持续了多久，这些东西不再是绝对的。不同观察者测量到的结果可能不一样，但这些差异可以用4维时空这个大框架统一解释。也就是说，时钟的滴答声、尺子的刻度、过去与未来的划分，全都只是时空这个4维结构中的不同切面而已。这是明可夫斯基从爱因斯坦的理论中挖掘出的深层含义，也是狭义相对论的真正哲学震撼。不过，想理解时间有没有起点还不够。
狭义相对论虽然彻底改写了我们对空间和时间的认知，但它还有一个致命短板，它无法解释引力。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继续追问宇宙是不是有个起点，时间到底是怎么诞生的，我们还需要一套全新的引力理论来继续向前走，而这正是通往宇宙大爆炸故事的下一站。1907年，德国物理学家约翰内斯·斯塔克邀请当时还在瑞士专利局工作的爱因斯坦，为他主编的一本科学期刊写一篇关于狭义相对论研究进展的综述文章。但就在撰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爱因斯坦突然意识到一个惊人的矛盾：牛顿的引力理论和他自己的狭义相对论根本不兼容。为什么这么说？按照牛顿的理论，两个物体之间的引力是瞬间传递的，比如太阳动一下，地球立刻就知道。可是狭义相对论明确规定，任何信息的传播速度都不能超过光速，也就是说，宇宙中根本不存在瞬间作用。这两者显然冲突了，要么牛顿错了，要么相对论崩了。于是从那一刻起，爱因斯坦开始了一项旷日持久的革命计划，他要重建引力理论。经过将近10年努力，1915年，他终于完成了这场震撼整个物理界的大变革，推出了我们今天熟知的广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带来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物质告诉时空怎么弯曲，时空告诉物质怎么运动。这句话什么意思？虽然我们用肉眼看不到磁场，但只要你在磁铁边上撒一把铁屑，它们就会自动排列出磁场的形状。同样的道理，我们无法直接看见时空的形状，但我们可以通过观察物体的运动方式，比如行星如何围绕太阳转，反推出时空的弯曲结构。也就是说，引力不再是一种看不见的拉力，而是一种时空的几何现象。星球之所以绕太阳转，不是因为被拉着，而是因为它们在下陷的时空曲面上打转，就像滚球在漏斗边缘滑行一样。更重要的是，在广义相对论里，时间点与事件内容不再可以分开讨论，它们完全交织在一起，互为因果。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再问事件发生在什么时候，而是要问这个时空的弯曲结构是如何让这个事件发生的。这一切意味着物理学终于有能力尝试回答一个古老却最深刻的问题：时间有没有开始？因为如果时空是可以被观察、测量、理解的东西，那么时间的起点或许真的可以追溯。爱因斯坦是怎么想到时空可以弯曲这个惊世骇俗的概念的？答案是靠想象力。他用的是2个思想实验，不需要实验室，不需要仪器，只需要一个大脑和一点点疯狂。其中第一个被称为旋转圆盘实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超级极限版的旋转木马。想象一下，你站在一个高速旋转的旋转木马旁边，它几乎快转到光速了。你想要测量一下它的直径和圆周有多长，于是你开始在边缘摆放小尺子，结果你惊呆了，怎么放进去的尺子比你预想的多？这并不是你眼花了，而是因为一个惊人的相对论效应。当物体接近光速运动时，它在运动方向上会变扁，也就是所谓的长度收缩。你摆的尺子相对于木马边缘的运动方向会被压缩，所以你可以塞更多进去了。可是直径的方向是垂直于运动的方向，所以不会发生收缩。这样一来，圆周变长了，直径却没变，也就是说，圆周除以直径不等于派。数学课上学的派等于圆周除以直径竟然失效了，那可太疯狂了。这不是数学出错了，而是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物理世界。高速运动下，空间不再是平的，而是弯曲的。传统几何在这里不再成立，这旋转的木马居然扭曲了空间本身。而这还暗示了一个更深刻的关系：加速度和时空几何是有关联的。旋转木马虽然速度不变，但圆周上的点始终在变换方向，这就意味着它处于一种持续的加速状态。而这恰恰揭示出，加速运动可以让空间产生弯曲。这个奇妙的思考实验成了爱因斯坦后来提出
重力就是时空弯曲这个惊天理论的关键线索。爱因斯坦的第二个脑洞实验比第一个还要经典。想象一下，你被关在一个没有窗户的电梯里，完全看不到外面的世界。此时你站在电梯里，脚牢牢贴在地板上，这感觉很正常吧？因为地球的引力正把你往下拉。现在我们把这个电梯搬到外太空，让它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加速向上移动。你会发现神奇的一幕，你仍然感觉脚牢牢踩在地板上。也就是说，你完全无法分辨自己是被地球引力拉住，还是被加速运动压住。爱因斯坦从这个简单的想象中得出了一个惊世的结论：引力和加速度本质上是一回事儿。再来一个例子，自由落体的电梯。假设这台电梯又回到了地球，但现在它断了绳子，和你一起自由下落。你会发现自己突然飘了起来，像失重一样浮在空中。同样的道理，宇航员在太空舱里看起来失重，并不是因为没有引力，而是因为他们和飞船一起同时在自由下落，只不过他们是绕着地球在掉。所以看上去没有重力的感觉，其实就是你和地板一起在掉落，没有彼此之间的拉扯感了。那引力到底是什么？爱因斯坦继续追问，如果引力等于加速度，那它到底和时空有什么关系？他说，加速度和时空的弯曲有关，也就是说，如果你感受到加速，可能是你正处在一个弯曲的时空里。那如何判断时空真的弯了？有时候我们看到某些东西好像是弯的，比如用鱼缸看桌子，桌子好像是弯的；高速旋转的木马看起来也扭曲了；自由落体的感觉像是失重。但这些只是视觉错觉或相对运动的效应，并不代表空间真的弯了。所以科学家会用严格的数学方法来判断是假弯曲，比如鱼缸的视觉扭曲，还是真弯曲，比如重力场中的时空弯曲。而爱因斯坦发现，重力等于时空的真实弯曲。这可不是表象，也不是幻觉，而是宇宙运行的真实机制。这一思想最终构成了他伟大的广义相对论，从而改写了我们对宇宙的理解，不只是什么是引力，而是宇宙到底是怎么运转的。我们之所以常常搞错时空的本质，其实是因为我们习惯用平面的思维去理解一个弯曲的世界。想象你是一位制图师，在画地图。如果你只画芝加哥这样的城市，把地球当成平的没关系，但如果你要画整个地球，就必须考虑到地球的球形弯曲。现在试试把一堆城市的平面地图一张一张贴在地球仪上，你会发现这些地图根本贴不平，它们之间会产生缝隙、重叠和折痕。正是这些连接方式暴露出了地球的弯曲程度。同理，物理学家也想象，在时空的每一个点都有一张微型的平面图，而这些图彼此之间的连接方式就揭示了时空是否弯曲，以及弯曲到什么程度。根据物理定律，如果一个物体不受任何力的作用，它会沿着一条直线匀速地前进。但问题来了，在弯曲的时空中，什么才叫直线？就像你从芝加哥飞到巴黎，看地图觉得是条弯线，但其实你沿着地球表面最直的路线在飞，这叫测地线。同样的，在弯曲的时空中，物体其实是沿着最直的那条曲线在走。所以我们观察到的弯曲轨迹可能并不是因为它受了力，而是因为它走在自然弯曲的时空里。而这就导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物质和时空是纠缠在一起的。宇宙中的每一点此时此刻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它有一个专属的物质与能量分布，也就是它独特的时空曲率。换句话说，每一刻的时间都可以用它所包含的物质和能量状态来识别。我们可以通过追踪这些状态的变化，追踪时空的弯曲变化，来判断是不是存在一个特殊的起点，一个一切都开始弯起来的瞬间。如果这个理论成立，那意味着宇宙可能真的留下了它自己诞生的证据。或许
在这个浩瀚时空中，就隐藏着一个线索，能告诉我们，宇宙是从哪个时刻开始的。那一刻就是时间的零点。1916年，爱因斯坦正式完成了广义相对论，这不仅是引力的新解释，更是我们理解时间的方式彻底改变的起点。到了1920年代，时间有没有起点这个问题，终于不再只是神学家和哲学家的脑洞专属，它开始变成一个可以用数学公式和物理理论来解答的科学问题。这个看似天马行空的宇宙起源问题，竟然可以从一组严肃的数学中找到答案。这就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核心——爱因斯坦场方程。这组包含10个方程的系统，说出了一个极其震撼的事实：时空的弯曲程度等于宇宙中物质与能量的分布。简单说，哪里有物质、能量，哪里就会让时空凹了下去。这些方程的每一个解，代表了一个可能存在的宇宙模型。所以，如果爱因斯坦是对的，那我们这个宇宙必然就是这些解中的一个。场方程一经提出，立刻吸引了一批才华横溢的科学家来解这个宇宙的方程组，其中有4位关键人物：亚历山大·弗里德曼、乔治·勒梅特、霍华德·罗伯逊、阿瑟·沃克。他们找到了一个特别的解法家族 FLRW 宇宙模型。这个模型的假设非常简洁，宇宙在大尺度上各处都一样，空间均匀，往哪个方向看也都一样，各项同心。在这样的假设下，他们推导出了宇宙演化的数学模型，也就是宇宙从哪里开始，怎么膨胀，如何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轨迹。一句话总结，这些人画出了宇宙成长的曲线图。从此，宇宙有没有开端这个问题不再是玄学，而是可以动手算出来的。物理学家们在研究 FLRW 宇宙模型时，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把时间倒带，看宇宙在最初是怎样的。结果让人震惊，当你把这个模型往回推得足够久，时空的弯曲程度会飙升到无限大。根据广义相对论的规则，一旦时空曲率无限大，那就意味着没有更早了。在那一刻之前，时空本身就不存在。也就是说，我们宇宙的历史似乎真的有一个物理意义上的起点，一次剧烈的起始爆炸。1929年，天文学家艾德温·哈勃发现，越远的星系离我们跑得越快，说明宇宙在整体膨胀。这正是 FLRW 模型所预言的。接着到了1940年代，物理学家乔治·嘎莫夫和他的团队进一步推导出，如果宇宙真从一个高温高密的状态开始，那早期宇宙中的核反应恰好可以解释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元素比例。1949年，英国天文学家弗雷德·霍伊尔在一次 BBC 电台节目中讽刺这种说法，开玩笑地称之为“哦，这种说法就像是个 Big Bang”。结果，这个本是讽刺的名字却红遍了整个天文学界。面对大爆炸的说法，有人不服，宇宙怎么可能有起点？它一直都在啊。他们提出了另一种理论——稳态宇宙论。这个理论认为，宇宙虽然在膨胀，但新物质会不断出现，使得整个宇宙看起来永远不变。听起来挺巧妙，但1964年，2位无线电工程师阿诺·彭齐亚斯和罗伯特·威尔逊意外听到了一段来自宇宙深处的奇怪杂音。这不是干扰电波，而是宇宙大爆炸留下的余温，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一经发现，整个物理学界瞬间安静了。宇宙确实从一个炽热、致密的状态中诞生，宇宙确实一直在膨胀。从那以后，宇宙有开端这件事儿成为主流科学界的共识。不过，随着20世纪科学的发展，人们开始对大爆炸的说法产生怀疑。宇宙真的就是从一场大爆炸中诞生的吗？我们确实观测到，可见宇宙曾经处于一个炽热、致密的状态，并从中迅速膨胀出来。但问题来了，这是不是整个宇宙的真实起点？还是只是我们所能看见的部分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状态？有没有可能，在那炽热状态之前，宇宙就已经存在了？科学家们的质疑
还指向了大爆炸理论的数学基础 FLRW 宇宙模型。这个模型有个前提假设，宇宙在大尺度上是各处都一样，朝任何方向看都一样。听起来很方便计算，但也太理想化了。科学家担心，模型中出现的那个宇宙基点，会不会只是因为我们对宇宙做了过于简化的假设，而不是宇宙本身就有灾难？因为广义相对论的方程太复杂了，在更现实的条件下几乎解不出来。于是科学家们退而求其次，回到更简单的牛顿引力理论来做实验。令人意外的是，在一些牛顿版的宇宙模型中，也会出现类似宇宙起点的引力场失控，就像广义相对论的基点一样，但区别也很大。牛顿的模型可以延伸，通过这个灾难点继续计算；有些模型干脆就没有灾难，宇宙一路演化得好好的。到了1950年代，物理学家奥托·黑克曼和恩格尔伯特·许金提出了一个关键观点：如果我们不再假设宇宙的物质各项同性，灾难就可能消失。也就是说，如果宇宙某些地方密度更大，某些地方更稀疏，原本那个大灾难点可能根本不会出现。这引出一个关键问题：如果在牛顿理论中放弃理想化就能避开灾难，那在更真实的广义相对论中也能做到吗？这一问题正是20世纪后半叶宇宙学的重大挑战之一。这个悬念在接下来的科学突破中终于迎来了关键性进展。到了1960到70年代，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们，比如罗伯特·杰罗克、罗杰·彭罗斯、斯蒂芬·霍金和乔治·爱丽丝，开始研究一个更宏大的问题：整个宇宙的整体结构到底长什么样？在数学上，我们称这种属性为全局性质。打个比方，在一个球形的空间里，如果你从两个地方画出完全平行的线，它们最终会相遇。这就是球面的一种全局特性。这群科学家聚焦在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时间到底有没有方向？如果宇宙有一个起点，那它就必须有个明确的方向，从过去流向未来。宇宙有没有边界？如果时空是无限延伸的，没有边界，那我们永远可以往回推，永远找不到真正的第一课。听起来很合理，对吧？但问题来了，在爱因斯坦的引力方程中竟然存在一些解，就是某些理论模型同时违反这两个常识。有一种模型甚至让人脑洞大开，时间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个闭环，就像一个圆圈，走了一圈又回到原点。在这种模型里，宇宙的历史是有限的，但却没有明确的开头。也就是说，宇宙可能既没有从哪开始，也没有向哪流动。我们通常以为时间箭头是自然存在的，但在数学模型中，它完全可以不设定，时间不再从前走到后，而是绕着圈走。这意味着，就算没有开场爆点，宇宙也可以自洽的存在。进入1970年代，霍金和彭罗斯做出了一项轰动性的发现：不像牛顿模型那样需要宇宙处处一样，即使宇宙是不规则的、不对称的，也几乎必然会出现一个过去的大灾难。换句话说，只要你接受一些看起来非常合理、常识性的前提，宇宙的开端就是无法避免的。这又稳固了大爆炸是起点的说法。然而，没过10年，科学家们发现，这些看起来合理的前提条件中，有一条其实在量子物理的世界里可以被打破。这意味着，那个不可避免的灾难起点也许没那么不可避免。大爆炸再次变成了一个可以讨论、可以挑战的假说。2003年，3位物理学家阿温德·波尔德、大爆炸暴胀理论之父艾伦·古斯和亚历山大·维连金联合发表了一项研究。就算你不接受霍金和彭罗斯的某些前提，只要宇宙的平均状态是在膨胀，它就不可能膨胀了无限久。也就是说，宇宙不可能一直在膨胀，它的膨胀史一定是有开头的。这重新强化了宇宙有起点的结论。哪怕你不相信经典大爆炸模型，也逃不开这条铁律。只要在膨胀，它就不是永恒的。但科学从不止步，又一批人站出来质疑了。2020年代，
约瑟夫·莱斯涅夫斯基、达米安·伊森和著名物理学家保罗·戴维斯指出，等等，我们重新审视一下这些数学推导，会不会是我们算错了？他们发现，如果按照更精确、更完整的数学方式来分析，宇宙其实可能是一直在膨胀的，而且从未真正有过起点。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在的宇宙，也许是一个永恒膨胀的整体中的一小部分而已。这个观点再次撬动了宇宙学的地基。有没有可能，我们眼中的宇宙起点只是更大结构中的局部现象？接下来的研究或许会彻底改写我们对时间和存在的理解。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物理学家开始相信，那个所谓的大灾难开端可能只是一个临时版本，未来某种更高级的理论会彻底替代这个说法。而现在，一些更激进、更颠覆性的观点正慢慢浮出水面。这些观点直指主流宇宙学中一个根本性的盲区：我们其实根本无法知道宇宙是否真的有一个开端。这不仅挑战了大爆炸的经典叙述，更从根本上动摇了我们对时空的理解。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是不是还没找到足够的数据，而在于从逻辑上、从结构上，宇宙根本不允许我们知道真相。为什么这么说？要理解这个悖论，我们得先看看我们是如何接收信息的。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看见的这个世界其实都不是现在发生的？举个简单例子，现在我坐在书桌前，看到桌上的书、本子，还有一朵插在花瓶里的花，看似是实时画面，但其实那些光从物体表面反射出发，要花几个奈秒才能到达我的眼睛。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永远是过去的一瞬。想象一下，从你的位置开始，一圈圈以你为中心的光之格向外扩展，每一层都代表着更久远的过去。你接收到的信息其实是这些过去光壳的集合。科学家把这种结构称为过去的光锥，它像一个倒置的圆锥，越往外延伸，代表的过去就越久远。这意味着，我们接收到的信息永远来自过去，我们观测的宇宙永远只是可见的一部分。任何想要探测宇宙开端的尝试，都只能靠向后推算，而不是直接看见。所以现在的问题来了，如果我们的信息来源永远受限于过去光锥内部，那我们有没有可能永远都无法知道外面或更早发生了什么？换句话说，哪怕我们拥有再厉害的望远镜、再多的数据、再多的定理，可能也永远没法知道宇宙有没有起点。这不是技术问题，这是一个由时空自身的结构决定的限制。光锥这个名字来源于一种科学图示的方式。现实中，我们生活在一个4维宇宙，3维空间加1维时间，但要在图纸上表达4维太难了，所以物理学家通常只保留其中3维，2个空间维度加1个时间维度。于是，原本代表空间中的球体会在2维图上变成圆，而随着时间推进，这些圆会一圈圈堆叠起来，最后组成了一个锥形结构。这个锥体的顶点就是观察者自己。整张图就像一个倒立的冰激凌桶，从时间的现在往过去延伸，而这根锥体其实就代表观察者能接收到的所有信息的范围，也就是过去光锥。你不是唯一一个有光锥的人，宇宙中每一个时空点都有自己的过去光锥，也就是说，每个观察者都像是裹在一颗独立的信息气泡里，只能接收到从过去赶得上的光。这些光锥决定了我们能知道的、能测量的、能记得的一切。那问题来了，如果每个人都只能看到局部，谁能看到整体呢？很多物理学家都在追问一个终极问题：如果我们只能接收到自己的光锥里的数据，那我们怎么可能知道整个宇宙的结构是什么样的？比如，宇宙到底有没有边界？有没有一个开端？整体是闭合的，还是无限延伸的？1977年，哲学家大卫·马拉门特提出一个尖锐的观点：如果宇宙中不存在一个全知视角，一个可以看到整个宇宙所有点、所有事件的上帝之眼，那我们就永远无法确认宇宙的全局结构。因为
你只能观测你自己的光锥，别人也只能观测他们自己的光锥，没有人能跳出这个系统看到全貌。所以，不管你多聪明、多努力，哪怕你拥有整个银河系的观测数据，你依然可能只看到了宇宙的冰山一角。它意味着，哪怕宇宙真的有一个起点、一个边界、一个终极结构，我们也可能永远无法知道。这不仅是对科学的挑战，更是对人类能认识世界的信仰一次深深的拷问。到了2009年，一位叫 J.B. 曼扎克的哲学家，给马拉门特那套看似哲学味十足的观点，加上了严谨的数学证明。他在马拉门特的基础上，从广义相对论的数学结构出发，正式证明了一件令人沮丧的事：只靠观测自己光锥内的任何数据，永远无法推断出整个宇宙的结构。曼扎克进一步指出，就算你把你能观测到的过去光锥数据都吃透，就算你用了最精密的仪器、最聪明的大脑，你所看到的这一切，依然有可能同时符合多个完全不同的宇宙模型，而且这些模型之间可能是互相矛盾的。你观测到的现象可能同时符合一个封闭宇宙模型，像个球，也符合一个无限开放宇宙模型，像张平面，甚至符合一个永恒循环的宇宙模型，像个甜甜圈。我们不妨把这条结论叫做马拉门特曼扎克定理。它讲的是，在没有全知视角的前提下，宇宙的整体结构对我们来说是不可知的。这并不是哲学玄学，而是来自广义相对论几何结构的直接推论。那难道我们不能反驳这个定理吗？有人可能会问，那我们怎么做科学研究？难道我们不能像平时一样，根据观测数据做合理推断？举个例子，你可能会说，我们观察到很多铜导电，所以我们就推测，所有铜都应该能导电。这个推理方式在科学中很常见，叫做归纳法。哪怕我们没测量每一块铜，但只要测了足够多，我们也可以做出合理预测。哲学家纳尔逊·古德曼把这种可靠模式叫做类定律的归纳。通过它，我们可以从已知的样本推测未知的整体。那我们也能归纳出宇宙的整体吗？这是个好问题。但可惜，曼扎克的定理告诉我们，不行。铜的导电是局部特性可以推到整体特性，但宇宙结构的全局性质和你观测到的局部数据没有必然关联。什么意思？你看到的光锥长这样，不代表整个宇宙就必须是某种特定形状，它可以是好多种不同的宇宙结构。就好像你站在房间角落看见一块白墙，但你完全不知道这个房间是方的、圆的还是无限延伸的。很多人会想，好吧，虽然我们无法直接看到整个宇宙，但我们可以根据已知部分来推测未知部分吗？比如，我们观测到宇宙某一区域是平坦的，在膨胀，那么也许其他没观测到的区域也是类似的。听起来很合理，对吧？但要做出这种推测，我们必须依赖某种类定律模式，也就是一种可以从局部推广到整体的规律。问题是，绝大多数类定律都只是局部的。根据曼扎克的研究，问题就出在这里。几乎所有我们熟悉的物理规律都只描述了局部的物理性质，像万有引力定律、牛顿运动定律、麦克斯韦方程组、爱因斯坦场方程，这些都是讲在某个时空点附近会发生什么，但它们无法告诉你宇宙整体是什么结构。所以，即使你掌握了一个区域的一切细节，你依然无法根据它去还原整个宇宙。好，那我们退一步试试，有没有非局部的能够连接遥远区域的类定律？有的，那就是量子纠缠。在这个现象中，两个相隔极远的粒子居然能在没有任何信号传输的情况下瞬间协同反应。听起来好像有戏，对吧？但问题来了，要确认两个粒子是否纠缠，你必须把它们的观测结果汇总到同一个地方进行对比，而这个信息汇总不能比光速快。所以你永远不知道地球上的一个粒子是否真的纠缠着宇宙另一头的某个粒子。换句话说，
量子纠缠虽然是非局部现象，但它也帮不了我们搞清楚宇宙的整体结构。所以问题还在，局部定律推不出来，非局部规律也无法应用，我们依然无法知道宇宙整体长啥样。就像曼扎克和马拉门特提出的那样，从我们所在的任何一个点出发，我们都永远无法确定宇宙的全貌。不管我们多努力观测，多聪明的计算，宇宙依然可能是个你永远摸不到边的谜团。过去10年里，马拉门特曼扎克定理在物理哲学界广受认可，它被频繁引用，几乎无人反驳。今天，大多数物理哲学家都达成共识，不管我们收集多少观测数据，都不足以揭示宇宙整体的结构。换句话说，我们或许永远也无法知道宇宙到底有没有开端，时间是不是曾经从零开始。一度看似快要揭开的终极谜题，再次沉入迷雾。还记得吗？这个问题，宇宙有没有开端，曾经只是哲学家和神学家的讨论话题。直到20世纪，科学终于插手了。爱因斯坦改写了我们对时空的理解，揭示了时空可以和物质相互作用，并可能留下宇宙诞生的蛛丝马迹。这曾让人们相信，我们也许真的可以用科学去揭开宇宙的起点。结局却有些苦涩，我们似乎什么也无法确定。但讽刺的是，当我们越接近真相，却越发现，也许这个真相根本不可知。最终，马拉门特曼扎克定理提醒我们，不是我们观测技术不够强，也不是理论模型还不完善，而是这个宇宙可能就是从内部无法被完全理解的。数学上来看，宇宙的可能形态太多了，每种都能完美解释我们所能观测到的这点点滴滴。从我们的角度看，它们几乎没法区分。大爆炸可能不是从无到有的起点，也许只是某种更大结构的转折，一个局部事件，或者根本就是我们对时间的一种误读。时间有开始吗？可能是永远无解的谜题。这个问题就像一面镜子，它反射出人类的求知欲，也提醒我们，并不是所有问题都能找到确切答案。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知道，宇宙究竟是从一场短暂而炽烈的烟火中诞生，还是早在无穷无尽的过去就已悄然存在。这场关于时间起点的追问，也许注定没有结局。但即使如此，人类仍然愿意一次次走到宇宙的边界，只为追问一句：时间究竟从哪里开始，